网飞最新惊悚悬疑剧1899震撼来袭，该剧由烧脑神作《暗黑》的主创团队倾力打造，集合诡秘、惊悚、烧脑、悬疑于一身。本片不仅角色非常多，铺垫的线索更是极为庞大，千万不要走神，否则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会烧穿你的脑壳。废话不多说，正片开始。故事背景发生在1899年，一艘名为科尔贝鲁斯号的游轮正横跨于大西洋上。它从伦敦出发，目的地是前往纽约。船上载满了各个国家的移民。在其中一间1011的房间内，一个女人突然从噩梦中惊醒。醒来后的她发现了手上有2条奇怪的伤痕。诡异的是，她似乎失去了那段记忆。与此同时，地上有一张报纸，上面的信息记载着一艘名为普罗米修斯的游轮已经失踪了4个月，时至今日仍然了无音讯。看到信息的女人愣了愣神，接着她又打开了桌子上一个带有奇怪符号的邮寄卡，落款人叫亨利。只见里面的内容写着 I found out what our father did. Leave me in New York. Don't trust him. Your brother. 随着一股记忆涌上脑海，女人对着镜子喃喃地说道 I am not crazy. I am horrified. 原来女人名叫莫拉，而她的目的是前往纽约和哥哥亨利碰头。当她来到游轮的豪华餐厅内，这里已然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或许因为各个国家语种的不同，有的人抱怨即便自己大声呼喊也没人能听得懂自己说什么，而有的人似乎不知道刀叉如何使用。莫拉径直找了个空位置坐了下来。没多久的功夫，一个身着绿衣的女人突然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对方似乎认识莫拉。接下来从2人的对话中得知，莫拉现在的身份是一位医生，而且主要是研究人脑的。女人随口问了问大脑有什么地方比较有趣呢？莫拉表示它蕴含着宇宙的奥秘。女人没有说话，而是端起了桌上的杯子，但诡异的一幕却出现了。除了莫拉以外的所有人竟然同时举起了杯子。当2人再次说话时，一个黑衣男子突然闯了进来，他大声地呼喊这里有没有医生，下面有个女人急需医生的救治。然而并没有人回应他，因为这里还有着等级的划分，富有的人住在最上层的头等舱里可以享用美餐，而贫穷的人只能挤在下面的大房间内，一日3餐都是问题。随着男人被船员架了回去，周围的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吃喝。看到这一幕的莫拉只身跟了上去，他想要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他跟着男人来到下面后，原来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肚子不知为何一直剧痛不已。莫拉找到一个杯子仔细听了听，感觉到里面的宝宝应该是被脐带缠住了。他表示自己会用一些手法来改变宝宝的方向，让女人忍着点剧痛。一个小女孩充当翻译告诉了其他人。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莫拉利用手法改变了宝宝的位置，女人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感了。之前去上层呼救的男人对她道了声谢。当莫拉洗完手准备离开时，那个小女孩突然上前表示她以后也要像莫拉那样成为一名医生，随后询问起莫拉有没有孩子。也就在这时，奇怪的记忆碎片突然闪现在脑海，莫拉惊恐地离开了这里。此时在另一边，船长突然收到了一组奇怪的求救信号，根据信号上的坐标确定那里离他们大概7个小时的路程。这会不会是那艘消失了4个月的普罗米修斯号呢？因为这2艘游轮同属一家公司，船长临时做出决定前往那里看看。然而当这艘巨型游轮转舵时，船上的人们纷纷感知到了方向的改变，很多人不自觉地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们以为游轮准备返航。看来大部分人都在逃避着什么。莫拉也找到了船长，他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疑惑，而船长也解释了普罗米修斯号的事情。现在接收的信号很大的可能是他发出的。莫拉询问船上的人是否都还活着，船长表示几率很渺茫，但既然收到了信号，或许有人还活着。当莫拉离开了这里后，船长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带有奇怪符号的信封，不同的是留言人叫艾克，而且背面写着一句话：丢失之物终将寻得。过了没多久，船长集合了头等舱里的所有人，既然要前往那里，他有必要跟这些人讲一下。有些人显然不太情愿，但根本没用。在船长的眼里，普罗米修斯号上有着1423位乘客，既然收到了信号，至少有一部分人是活了下来，不管如何都要去解救他们。就这样，伴随着游轮的加速航行，几个小时以后，一艘游轮的确出现在了视线里，而它赫然就是普罗米修斯号。当一道炙热的火光冲天而起时，船上的众人看着那毫无生气的游轮，似乎感觉都不太好。大副甚至劝说船长返航，他们可以把坐标发给公司，让公司派人过来。但船长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要找几个人先过去看看情况。莫拉赶紧主动申请过去，作为一名医生很可能用得上。为了以防万一，船长还找了一个叫拉米罗的神父一同前往，毕竟幽灵船的传说一直飘荡在大海上。随后这些人驾着小船一同来到了普罗米修斯号的旁边。诡异的是，船长大声呼喊了几下，不仅没人回应，船上似乎静得有些可怕。不管如何，只有登上去才能明白有没有幸存者。于是众人依次从爬梯登了上去。当他们来到里面后，所过之处早已破败不堪，根本不像有人活着的感觉，而恐惧感也开始蔓延至每个人的心里。
就在寻找幸存者的时候，船长突然看到脚下有一缕布条，他拿起来仔细查看后，发现上面有一些图案。看到后的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赶紧把布条藏进了兜里。即便莫拉询问他怎么了，他也没再说话。接着众人来到了操控室，而让他们更加震惊的是，发射信号的设备明显已经损坏了很久。那么这艘船是如何发出信号的呢？难不成是逝去的亡魂吗？就在众人一脸惊恐时，不远处的科尔贝鲁斯号突然爬上来了一个人。一群人来到了一艘失踪了4个月的游轮上，诡异的是，整个船舱不仅破败不堪，就连那1423位乘客也都丝毫不见人影，而且信号设备明明早已损坏。那么求救信号究竟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船长带着众人又来到了餐厅内，这里同样充满了腐臭的味道。有人试着轻轻地呼喊有没有人在，回应他的也只是寂静无比的空气。与此同时，莫拉突然看到脚下有一只金绿色的甲虫，模样与他曾经一闪而过的记忆碎片十分相像。看到这东西一直朝里面爬去，莫拉不自觉地跟了上去，直到看见了一个被铁棍别住的柜门。就在莫拉有些疑惑时，里面突然传来了几声沉重的敲打声，这直接吓了众人一跳，谁也不知道里面被封住的是什么东西。男人们纷纷往后退去，只有莫拉犹豫了下，走向前准备打开柜门。他冲着拿着武器的船长点了点头，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可以直接开枪射击。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打开后里面竟然只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他看到莫拉以后，便直接从里面走了出来，然后径直来到莫拉的身边，接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奇怪的黑色三棱锥递给了他。这一幕显得是那么诡异，小男孩究竟是谁？为何整艘船上只剩下了他一人？将男孩带回科尔贝鲁斯号后，莫拉试着和他进行沟通，可男孩却仿佛一个哑巴一样根本不说话。作为医生的莫拉准备检查一下男孩的脑袋，却无意中发现了他脖子后面有一个奇怪的符号。与此同时，回来后的船长突然得知了一件诡异的事，那就是整艘船上的罗盘一夜之间全部失灵了。他也随即拿出了身上的指南针查看，同样是无法辨别方向。看着旁边那重量高达45000吨的钢铁巨兽，船长内心产生了种种疑问。从餐厅返回房间的莫拉突然看到自己房间的门口站了个陌生人，男人表示自己无意叨扰，只是听到了里面似乎有奇怪的声音，随后又说到自己叫丹尼尔，就住在隔壁。莫拉看着眼前的男人，似乎感觉非常熟悉，可一时又记不起在哪里见过。男人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回到了房间里。然而回到房间后，他却拿出了一张照片，只见上面赫然就是莫拉。另一边，船长从普罗米修斯号下来后就有点魂不守舍，原来之前在船上捡到的丝带就是他已故女儿的，而现在女儿的声音更是时不时的出现在走廊里。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也就在这时，一个女孩突然从不远处走过，船长震惊地发现那就是自己的女儿，他赶紧追了过去，可一转眼的功夫，女儿的身影又消失不见。难道自己出现了幻觉吗？突然旁边的一个门自动打开，里面再次传出了女儿的歌唱声，船长直接推门而入，没想到一瞬间他竟然回到了曾经的家里。当年妻子和孩子们都死在了火灾中，船长明知道这一切可能都是假象，但他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当他抱住大女儿准备诉说思念之情时，下一刻一股火焰猛然燃起。来过了不一会，等船长清醒后，这里已然成了一片废墟。与此同时，他看到了一只绿甲虫突然出现在这里，跟随着甲虫，他朝着壁炉里慢慢爬去。当他再次出现时，没想到竟然重新回到了船上的房间里。那么刚才的一切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房间里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密道呢？此时，一个拿着玩偶的小女孩突然在走廊里看见了那只绿甲虫，她慢慢的蹲下，试图仔细看一看，绿甲虫却直接跑开了。女孩顾不得拿上玩具便跟了上去，直到一路来到了甲板上。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他蹲下去将甲虫拿到了手里。I'm so sorry. 船长再次将所有人集合在了一起，这一次他决定带着普罗米修斯号返回英国。果然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大声的反对，可船长根本不管这些，他一定要查清楚普罗米修斯号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科尔贝鲁斯号拖着普罗米修斯号准备返回时，船上的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女孩躺在了甲板上，生死不明。看到这一幕的船长扭头看向了普罗米修斯，难道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警告自己吗？没想到一艘失踪已久的幽灵船出现，伴随着的却是一系列诡异且可怕的惊天谜团。
就在船长决定拖着普罗米修斯号返回伦敦时，一个女孩的离奇死亡直接打破了游轮上的平静。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女孩的身上没有任何淤青，皮肤没有破损，骨头也是完好的，更没有中毒。莫拉也表示，就在几天前，女孩的状态还非常健康，可为什么会突然间就死亡了呢？船长告诉手下，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也就在这时，游轮的速度突然降了下来，众人来到甲板上才发现，原来周围已经被浓烈的雾气所包围，再加上罗盘的失灵，他们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诡异的事接连发生，船长将莫拉喊进了船舱里，有些事他要询问这个女人，而他们两个刚走，几个副手就开始质疑船长的决策，如果不是他的一意孤行，大家也不可能走到这个地步。此时在船舱里，船长将从普罗米修斯号上捡的丝带拿给了莫拉，然后说出了他的来历，这是他女儿衣服上独有的，因为图案是他妻子亲手绣上去的。可诡异的是，他的家人在2年前就死在了家里的火灾中，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那艘船上？而自己最近更是时不时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一切都是那么的匪夷所思。听完后的若拉认为他或许是因为精神压力的问题才产生了幻觉。看到女人不幸，船长直接将床下的盖板拿开，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对这艘船了如指掌，床下是不可能有这种通道存在的。船长认为这一切一定是邮轮公司搞的鬼，普罗米修斯号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才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他想要去寻找这艘船上的航海日志，里面或许有他要的答案。若拉随即表示他愿意一起过去。殊不知当他们驾驶小船离开时，他的手下正在密谋着一场行动。二副大胡子没有遵从船长的命令，直接来到了穷人区，找到了那个怀孕的女人，因为死去的女孩正是他的妹妹。大胡子的目的也昭然若揭，在所有人都不愿意返航的情况下，船长一人独断专行，因为他的权力最大，别人也不得不听。可如今出了这种事，船长的责任无可避免，只要能联合这些人站在自己这边，或许可以以此夺取船长的权利。这一招也的确有效，愤怒已经开始在人们的心中渐渐涌起。此时普罗米修斯号这边，船长和莫拉两人在锅炉旁边找到了一个设备，这是用来测量蒸汽压的，然后再把信号发送给剑桥。可是据船长表示，他的船上这个设备从来就没有起过作用，那么就有可能是公司故意装了这个设备，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知道失踪的人会不会与其有关。莫拉看到旁边的锅炉，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走过去试图拨开里面看一下。船长询问，难道他认为有人把尸体烧干净了吗？莫拉表示，如果能找到细碎的牙齿或骨骼就能确定。于是船长也赶紧在旁边查看起来。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在里面意外发现了一本册子，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乘客名单。然而当他看到其中一个名字时，却显得极为震惊。他看到莫拉没有注意自己，便赶紧藏了起来。莫拉看到他的神情不太对，便询问他是不是找到了什么。船长却表示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该回去了。另一边，二副大胡子突然在走廊里又看到了3具尸体。自从船长决定返航后，就接二连三的死人。他知道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了，便找到大副报告了此事。这些人的死状和那个小女孩一模一样，一定是船长他们带回了什么东西。他希望大副马上接管此船，然后把普罗米修斯号弄沉。可大副犹豫了下，坚持等船长回来。于是二副不再指望其他人，他马上带人先找到了底层的那些穷苦人，并开始推动他们跟着自己反抗船长的所作所为。这些人本来就不想返航，加上又死了不少人，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地表示赞同。就这样，一场暴乱即将发生。此时还不知情的船长又拿出了那份乘客名单。他之前为何会那样震惊？因为他发现了莫拉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乘客名单中，而莫拉丢失的那段记忆又是否与此有关呢？就在莫拉对着大海愣神时，那个住在莫拉隔壁的丹尼尔找到了他。男人将船员暴动的事告诉了他，并让他先回到房间，否则可能会受到波及。也就在这时，二副正带着其他人朝着船长的位置气势汹汹而去。不过他们并没有针对莫拉做什么，而莫拉也赶紧返回房间。如果船长出事，他房间里的小男孩也可能会有危险。没多久，这帮人就冲到了船长的房间里，大副也因不肯配合被抓。在船长一脸懵逼的情况下，这帮人彻底掌控了科尔贝鲁斯号。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时这个叫丹尼尔的男人随手掏出了一个奇怪的設備，只见他快速地在上面进行波动，而不远处的普罗米修斯号上的蒸汽设备也突然启动。谁能想到一艘重达45000吨的游轮竟然凭空消失了？可此刻船上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原来在二副大胡子的指挥下，他联合下层的平民直接将船长关了起来。可即便如此，船上诡异死亡的人数又增加了，死状全部都一样，没有任何外部伤痕。与此同时，船员们终于发现了普罗米修斯号的消失。面对如此匪夷所思的现象，
有人根据已经恢复正常的罗盘分析，或许消失的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号，而是他们所在的这艘船。因为不仅船头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就连现在的位置也是处于3天前偏离航道前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一瞬间回到了准备去救援普罗米修斯号的航道上。难不成又要经历一次循环吗？大胡子当即决定改变方向，全速向纽约出发。毕竟此刻他是最大的指挥官，其他人也只能按要求行事。因为船上的人员总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些惊恐的人们开始逼问大副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副便把船长从普罗米修斯号上带回的那个小男孩说了出来。自从男孩来到这个船上，死亡便开始蔓延。有人随即认为这就是魔鬼，他们得赶紧找出男孩处理掉。随后这帮人直接闯到了上等舱里，开始到处搜查，整个船上混乱无比。另一边的船长和支持他的神父拉米罗直接撬开了通风口，他们准备逃出去寻求支援。顺着通风管道，两人来到了外面。船长在附近找了个锤子，让神父帮忙敲断手镣。就在神父准备敲时，一男一女突然走了过来。男人表示自己没有恶意，并从兜里拿出了一根铁钉。他走过去，将铁钉固定在手镣上的连接点，示意神父敲开节点即可。就这样，随着哐哐两声，手镣应声落地。船长表示他要弄一艘救生船前往普罗米修斯号上，然后修好那里的电报机，向公司求救。两人或许不想与那些人同流合污，急忙表示愿意支持船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普罗米修斯号早就不见了。或许感应到危险的来临，男孩带着莫拉跟着一只绿甲虫向外走去。他们一路避过搜捕的人群。当绿甲虫爬进一个房门后，两人也随即走了进去。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巧被一个年轻人所看到。莫拉刚走进来，便看到了船长几人。他急忙上前对船长表示自己一直在等他，可船长却挣脱了束缚，反问莫拉，他到底对普罗米修斯号了解多少？看来船长想知道那份名单的事。或许看到他的情绪不对，小男孩直接挡在了莫拉的面前。与此同时，根据年轻人提供的线索，二副大胡子带人找到了他们。船长试图让对方冷静，但大胡子却疯狂地让他后退。实在是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得赶紧解决掉自认为是的恶魔男孩。让人没想到的是，小男孩似乎是为了众人的安危，竟然主动走了过去。黑人想要上前理论，大胡子直接赏了他一发子弹。随后这些人也全部被重新抓了回去。等这些人走后没多久，黑人猛然坐了起来。原来刚才那一枪只是打中了他的手。他缓了一下精神，然后捡起了地上的锤，随后径直找到关押船长的地方。好在守卫只是2个平民，没什么攻击力。黑人上去扑哧就是2下，两人瞬间被击倒在地。等他打开门后，发现这里还关押了不少人，基本上都是上等舱的一些人不愿意同流合污。黑人表示那些人已经彻底的疯了，众人得过去阻止他们伤害那个男孩。此时在外面，一个女巫婆大声的表示是男孩夺走了那些人的灵魂，只有将他献祭给大海，才能免除厄运的继续降临。这番话也激起了现场人们的愤慨，他们纷纷大叫将其扔下船。就在这时，船长带人也赶了过来。莫拉大声的呼喊那些人的死和男孩无关，可老巫婆却表示绝不能让这些人阻止他们。随后双方一言不合互相争斗起来，整个甲板上一片混乱。莫拉看到了不远处的小男孩，他刚准备跑过去救援，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男孩被老巫婆一把扔下了海。既然公认的货源已被清除，船上的人也就没有了斗下去的必要，但双方还是各自分开找了个地方休息。莫拉坐在桌子旁边自责不已，旁边的丹尼尔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边，男人伸出手试图安慰莫拉。莫拉对于眼前的男人也甚是奇怪。就在这时，船长再次找到了莫拉，他把莫拉带到旁边，然后掏出了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乘客名单。他质问莫拉为何会出现在名单中，看到名单的莫拉也是一脸不可置信。船长询问他到底是谁。就在此时，一阵沉重的敲击声突然从后面的柜子里传了出来，这直接吓坏了现场的所有人。可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明明被抛下海的男孩竟然从柜子里钻了出来，他径直走到莫拉的身边，一把抱住了他。这看似温馨的一幕，可在众人的眼里却十分诡异。过了没多久，莫拉突然间被惊醒，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吗？丹尼尔却表示他突然间晕倒，那个男孩被其他人重新关了起来。莫拉急忙过去想要将男孩放出来，船长却直接阻止了他。他表示男孩被扔下海是不可能会活下来的，这绝对有问题。又询问莫拉是不是隐瞒着什么，不然那份名单怎么解释？看着一直敲击的柜门，莫拉不知道如何解释，他直接走了过去。然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莫拉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仿佛空间和时间都静止了一般。他慢慢地来到被打出的子弹旁边，没想到轻轻的一伸手就拿了下来。看着旁边的众人，
莫拉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敲击声再次传来，莫拉才想起男孩还被关着，他赶紧跑过去打开了柜门，不知道是不是男孩造成的这一切。等男孩出来后，莫拉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男孩却直接拉着他离开了这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彻在科尔贝鲁斯号上，大部分人瞬间如同中了邪一般，变成了眼神空洞的行尸走肉。妈，你做咩啊？听到女儿的呼喊，女人似有所感的看了她一眼，然而下一刻，她却直接绕过扶手，纵身跳了下去。随后，更多的人纷纷开始往下跳，一个个如同下锅的饺子一般。这一幕显得是那么的诡异且令人震撼。另一边，小男孩将莫拉带到了他的房间里，并移开了床铺，随后打开了床下面的暗格。男孩静静地朝着下面爬去。等莫拉走近一看，男孩不知何时手中多出了一只绿甲虫。只见小甲虫顿了顿后，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地爬去，仿佛瞬间打开了一个通道。男孩也急忙紧跟其后，一脸疑惑的莫拉也急忙爬了下来。没想到暗格内竟然多出了一条神奇的通道，莫拉没有犹豫，奋力地朝外爬去。出来后发现这里已然身处另一个空间，看来绿甲虫竟然可以带领他们穿越空间。此时男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远处有一幢大房子，莫拉决定过去看看。而在游轮上的神秘男子丹尼尔紧张地跑进了莫拉的房间，当他看到打开的暗格时，不禁怒骂了一句，又急冲冲地钻了进去。然而刚才的通道已经关闭，于是他赶紧拿出了随身的设备，经过一番操作后，通道终于再次打开。男人急冲冲地往外爬，等他出来后，却在不远处的地方看见了男孩。男孩也第一次张口说话，通过两人的交流得知，莫拉的确失去了一些记忆，而丹尼尔是想要阻止隐藏在背后的人重启新的循环。看来游轮所处的世界并非是真实的。当莫拉走进这栋房子后，只见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有一把奇怪的座椅，这也是莫拉时常梦见的场景，但他却想不起来丝毫的记忆片段。就在此时，后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转头后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父亲。男人质问莫拉把东西藏在了哪里，莫拉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什么东西。看到他不配合自己，突然有两个人冲出来将莫拉按在了椅子上，随后打了一针奇怪的东西。等到莫拉醒来时，他竟然再次回到了游轮上，看到手腕上的勒痕，莫拉确认之前的一幕应该是真实的，于是他急忙找到了船长，可船长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一是名单的事，二是刚才他是如何和男孩一起凭空消失的。莫拉表示自己确认了一些事，但答案可能会很疯狂。船长找了个隐秘的房间让莫拉仔细解释一下。莫拉表示富兰克林是他母亲的姓，自己真实的名字应该叫做莫拉辛莱顿，而辛莱顿是自己的父亲，也就是买下了邮轮公司的幕后老板。莫拉怀疑父亲假借邮轮的名义对乘客进行大脑实验，而自己的哥哥似乎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和自己约好在纽约碰头。本来按照时间自己应该4个月前就到的，也许自己真的是普罗米修斯号上乘客的一员，可奇怪的是自己失去了这段时间的记忆。莫拉说着说着，突然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只绿甲虫，他赶紧走过去拿杯子罩住，随后找了个盒子装了起来。虽然他不明白原理是什么，但总归见过男孩是如何使用它的。当他把绿甲虫放到暗格里，只见小甲虫缓慢地穿墙而过，随后一个通道迅速被打开。莫拉没有犹豫，赶紧爬了过去。没多久，船长也紧随其后钻了进来，不过这里似乎和之前的空间又不一样。然而船长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只见他慌张地朝前方跑去。莫拉询问他知道这是哪里吗？船长露出一丝悲意，说这是他的家里，当年的一场火灾烧死了他的妻女，他一直无法释怀。但为什么明明他们刚才在船上，顷刻间就能来到这里呢？此时在游轮上，跳船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而丹尼尔利用自己的设备连接了游轮。经过一阵操作后，终于结束了那诡异的声音。甲板上一个准备跳船的女人突然恢复了意识，她似乎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莫拉和船长也重新回到了游轮。当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时，众人才发现1000多名乘客只剩下了他们这些。与此同时，大副拿着公司传来的信息递给了船长，只见上面写着沉船2字，难不成是让他们把普罗米修斯号沉了才能结束这一切吗？就在众人疑惑时，突然丹尼尔走了上来，他对着众人说道，沉船不是指普罗米修斯号，而是指的现场所有人，只要他们全部死亡，就会重新开启一个新的循环。为了让众人相信自己所言非虚，他带着他们走进了船舱里。只见走廊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些诡异的黑色晶体，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丹尼尔警告众人最好不要碰它，而且必须马上让游轮继续航行，否则众人依然会死。于是不管富豪还是平民，只能合作在锅炉房来发动游轮。而莫拉带着船长通过暗格又来到了那处空间。虽然莫拉的父亲并不在这里，但船长打开窗户后却发现了奇怪的一幕，外面被挡着的部分似乎是船体，这是什么情况？莫拉也走到旁边，奋力地将木板拆开，
然而打开一看，里面赫然全部都是船体的外部铁皮，难不成他们一直都没有走出游轮吗？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剧让人期待了这么久，结果竟然没看懂？很多人纷纷表示大失所望。没错，它就是网飞新出的烧脑悬疑剧1899。或许整体铺垫的细节过于庞大，加上出场人物众多，从而影响了不少观感。今天我们就从另一视角重新梳理一下整体内容。女主莫拉非常痴迷于大脑的研究，按她的思想理解，现实和记忆都是由大脑来判定的。如果没有她去体验这些，那么一切都可能是虚幻的。突然有一天，她的儿子不幸身患绝症，命不久矣。于是莫拉和丈夫丹尼尔发明了一项模拟真实人生的脑部系统。她想以另一种方式让儿子永生，并且会时常进入系统里陪伴儿子。可没想到的是，不知为何系统突然出现了问题，经常运行没多久就会崩溃重启。为了弄明白怎么回事，莫拉再次进入了系统里查询原因。可这一去她却再也没有出来，因为系统不知何故已经被重新改写升级，已经不是她所能掌控的了。就连她曾经的记忆也被删除，系统赋予了她一个全新的单身女青年形象。好在莫拉为了以防万一，曾经给自己留了一个随时醒来的线索及钥匙，也就是这个东西却被系统里的程序惦记上。它就是莫拉曾经上传的父亲代码。原来长时间的升级更新，老头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被困在了莫拉的虚拟系统里，便想要夺取那个醒来的线索和钥匙来回归现实，而且已经具备改写部分代码的能力。但即便是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莫拉的儿子却不受其中的束缚，有点像游戏里的 bug， 这也是他为什么可以无视一些系统规则。不过莫拉的记忆已经被系统重新改写，所以男孩无法和母亲相认。伴随着新虚拟现实游戏的开始，游轮正式从伦敦向纽约出发。莫拉的父亲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线索和钥匙，否则一旦莫拉抵达目的地，他可能会直接在现实中苏醒。但是假如老头一直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该怎么办呢？系统还有一条设定，一旦大部分乘客死亡，程序会自动崩溃重启，也就是新的一轮循环即将开始。老头利用这个方法反反复复地折磨莫拉，其他的乘客也为此受到了不小的牵连。他们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循环，或许莫拉被困的时间太长，她的丈夫丹尼尔发现了问题，于是让自己的意识代码也进入到了系统里。他要救自己的妻子离开这里，毕竟当初是他们夫妻两个共同开发的系统，即便现在系统已经不知道升级了多少代，但最初的结构是不变的。于是他改写了代码，利用普罗米修斯号重新获得了访问权限。之前说过，莫拉自从进入这里就有了一段新的记忆，所以他认不出丹尼尔就是自己的丈夫，而丹尼尔的能力也有限，加上那个隐藏在背后的老头一直在捣乱，他只能想方设法让莫拉苏醒记忆。然而莫拉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后，却依然无法恢复曾经的记忆。不过他也开始相信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后来丹尼尔便提示他，离开这里需要一把钥匙和一个线索，而莫拉恰巧从项链里找到了一把钥匙，这也的确是离开虚拟世界的钥匙。而那个所谓的线索就是小男孩手里的金字塔。小男孩或许也不知道钥匙在哪里，他无数次的把作为线索的金字塔拿给母亲莫拉，但莫拉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莫拉拿出钥匙的一幕正巧被时刻监视他的老头所看到，于是老头先让自己的 NPC 手下大副把男孩抓了过来，得到了金字塔线索后，又以男孩威胁莫拉交出钥匙，同时准备让游轮再次进入新的循环。也正是老头的这一番操作逼急了丹尼尔，他利用病毒直接侵入了主机，目的是强行唤醒莫拉。不过他的操作也让其他乘客饱受折磨，因为病毒毕竟是不可控的，随着场景不停的改变，这些人开始经历各种可怕的幻想。老头看到丹尼尔急了，他害怕出现什么变故，便强行让大副把莫拉带了过来，当然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钥匙。此时的莫拉还在以为是父亲设计了这一切，他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这样做，老头却指责他强行把这种处境加给了其他人，把所有人都困在了一个无限轮回的系统里。现在的情况是莫拉认为父亲是幕后黑手，而老头则认为莫拉才是罪魁祸首。不过他已经从莫拉这里得到了钥匙，准备带着其他人彻底离开这里。不过在此之前，他会让莫拉重新陷入那个循环里，尝尝被永远困在虚拟系统里的感受。没想到的是，当莫拉睁开眼后，他并没有回到游轮上，因为在丹尼尔的操作下，游轮的模拟场景已经崩溃了。当老头拿起金字塔，然后插上钥匙准备彻底离开时，结果转了一圈发现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大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喃喃地说道，有人改写了代码。此时莫拉走向远处的十字架，然后来到了下面的房间内，这里摆放着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没多久，丹尼尔也赶了过来，他告诉莫拉自己已经重新改写了线索和钥匙，而这里正是他们当初建设系统时第一次模拟的场景。男人拿出了新的金字塔，同时表示新钥匙就是他们的结婚戒指。丹尼尔叮嘱莫拉一定要醒过来，因为整个系统早已被莫拉的哥哥所控制。到此时谜底才彻底揭晓，本来两人创造的系统是用来思念儿子的，没想到当莫拉进入系统后，
他的哥哥却掌控了一切，不仅对系统进行了改写升级，还应用到了太空旅行中，让那些长时间休眠的乘客依然可以在虚拟系统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在哥哥设置的游戏里，乘客会忘记现实的记忆，只有这样的体验感才是最棒的。所以莫拉的记忆也被改写。丹尼尔还表示这件事比他们想的要复杂，不管如何他都要醒过来。于是莫拉在新线索和新钥匙的加持下，终于在现实中醒了过来。但醒来后的他才发现这里竟然处于太空中，周围的人都是和他一样的休眠乘客，这些人也是虚拟游戏的体验者，只不过因为老头的干预，他们被困在了虚拟现实里。最后莫拉收到了哥哥的留言，是关于普罗米修斯计划的信息，同时欢迎他回归现实。但这真的是现实吗？也不一定，毕竟莫拉还没有恢复记忆，或许还有第2季来填坑揭秘。而以上也只是个人看法，不喜勿喷。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见。